嗨，大家好。随着本月，也就是2019年的12月17号，山东号航空母舰的正式服役，中国正式拥有了第2艘的航空母舰。那借这个机会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世界各国的航母，以及拥有了辽宁号、山东号的中国海军在航母的世界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好，首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当前世界拥有航母的国家。首先呢，欧洲一共有5个。分别是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那美洲呢，一共有2个，分别是美国和巴西。亚洲有3个，是中国、印度和泰国。那以上的这些国家当中呢，美国的航母可谓是处于一个鹤立鸡群的位置。那换句话说，就是其他国家所有的航母加在一起，不管从技术上或者是数量上，都不是美国的对手。所以对于美国呢，我一会儿再重点给大家介绍。那对于剩下的这些国家来说呢，很多也不想提了，因为他们的航母的吨位太低，战斗力实在是太弱了啊。那在航母的世界里来讲呢，吨位就代表着战斗力啊。那比如说泰国啦、巴西啦，那巴西那艘航母圣保罗号在去年的时候也已经退役了，他已经养不起这艘航母了，所以估计他以后也不会再玩航母了。那对于意大利和西班牙来说呢，也不想提了，因为他们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弱了，那甚至都比不上日本的日向级和出云级的直升机航母，因为它直升机航母上是可以搭载 F-35B 来垂直起降的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印度和俄罗斯各有1艘啊。那印度呢叫维克拉玛蒂亚号，当然也是从俄罗斯来买的。那俄罗斯的那艘呢叫库兹涅佐夫号。那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就是辽宁号的前身瓦良格号的姊妹舰。我们都知道啊，库兹涅佐夫级呢一共出了2艘的航母，一支呢就是这个库兹涅佐夫号了，服役于俄罗斯一直到今天。另一艘呢就是瓦良格号，在乌克兰正在建的时候呢，苏联解体了，最后呢从乌克兰辗转到了中国，后来经过中国的改装和升级之后，焕然一新，成为现在的辽宁号。那对于库兹涅佐夫号来说呢，你看它在出海的时候，船舰上锈迹斑斑啊，而且经常返港维修啊，所以它跟现在的辽宁号或者是山东号是没有办法相比的。那唯一的优势可能就是它有过实战的经验。那唯二可以跟中国的航母来比拼一下的呢，一个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了。那这艘航母呢，是除中美之外比较新的一艘航母，主要的优势呢是可以搭载 F-35B， 就是垂直起降的飞机。而且它是一个4代机啊，那中国航母上飞的这个歼15呢是3代机，但是呢，由于预算的问题，就本来它是想飞这个 F-35C 的，就是从航母来滑翔的起飞。那后来呢，由于各种的原因，它只能飞 F-35B 啊，就是垂直起降了。那这样呢，就无法做到用足够的油量去起飞，这就影响了它的作战半径。而且对于 F-35B 来说呢，它飞机的数量也没有配全。另外一个呢，就是法国的戴高乐号了。那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是世界上唯一一艘非美国海军隶属下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就刚才介绍的，就是除美国之外，刚才所有的航空母舰都是常规动力的，那只有戴高乐号是核动力的，所以这个也就是它的优势了。而且戴高乐上呢，还可以搭载阵风战机，那阵风是属于3代半，这也优于现在中国的歼15。但是呢，戴高乐号虽然是一个核动力的航空母舰，但它当时在建的时候是没有舰用的核反应堆的。那主要是因为法国当时是没有这样的技术，也没有钱去进行研发了。那所以最后呢，它是用了凯旋级的核潜艇的核反应堆。那法国人的想象力确实是丰富啊，那都是核反应堆，为什么不能拿来用呢？所以戴高乐号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用核潜艇反应堆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但是正所谓术业有专攻，为了没有舰用核反应堆的情况下，仍然要建核动力航空母舰这样一个面子工程，戴高乐号从动工到服役一共用了12年，也就是从1989年一直到2001年。而且出来后虽然耀武扬威了一阵子，但返修率很高，而且出了各种各样的事故。所以法国在规划第2艘航母的时候，果断地放弃了核动力，仍然采用常规动力。那以上2个航母呢，单从纸面上的实力来说，其实不输给辽宁和山东号。但航母要形成战斗力，是要配齐一定数量的驱逐舰、护卫舰和综合补给舰等等啊，很多形成航母的战斗群。
但以上这2个国家配合舰种乏善可陈，即使把全欧洲的驱逐舰、护卫舰等等这些舰种综合起来，组成这2个航母战斗群，跟中国也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中国当前在造舰方面属于在下饺子，比如052D 的驱逐舰啦，054A 的护卫舰啦。那更重要的是，前段时间05万吨大驱的下水，这个已经超过了日韩，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因为朱姆沃尔特级没有办法量产，只建3艘，这个我们待会儿还会再提到。所以综上所述，绝大部分国家对于航母来说都是一种力不从心的状态，简而言之就是造出来也养不起，也没钱去配齐周边所需，形成航母战斗群。有一个感兴趣的恐怕就是日本了，但日本由于各种的限制以及他国的压力，始终无法放手去发展航母。所以目前看起来，唯一有兴趣、有规划又有钱去实现的就是中国了。但目前来讲，中国和世界第一的美国差距是巨大的。虽然我们已经有了2艘的航母，即使再加上在建的003和004，差距依然很大。那说到003和004呢，这里面再多说2句啊。那据说呢，在建的003是在江南造船厂，它的配备呢是常规动力再加上电磁弹射。那004呢是核动力再配上电磁弹射啊，而且它是超过了10万吨。当然它的目标呢是对准美国的福特级。那说到这个福特级呢，那马上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世界上数量最多也最强大的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那么从哪里说起呢？那二战和二战之前的就不说了吧，因为二战期间呢，美国一共建造了100多艘的航空母舰啊，可以说泛滥成灾了。但很多航母呢都是货轮改的，那这些航母呢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可以当成宝贝了，但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海军实际登记的航母恰好是80艘。第79号肯尼迪号就在这个月刚刚进行了洗礼仪式，而第80号企业号还在建造当中。当然，它们都属于最新的级别福特级。那么说到这个福特级啦，或者是福特号啦，还有尼米兹级啦，还有尼米兹号等等啊，又是级又是号，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呢？我想很多非军迷听到之后呢，头就晕了。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到底是一些什么概念。二战之后呢，美国一共就建了5个级别的航空母舰，非常好记啊，它们分别是弗莱斯特级4艘，小鹰级4艘，企业级1艘，尼米兹级10艘，还有福特级3艘。所以美国在二战之后一共就建了22艘的航空母舰。那现役的呢，一共是11艘，是尼米兹级的全部10艘，外加一个福特级的福特号1艘。这个级别的名字到底是怎么取的呢？那就是每个级别的第1艘首舰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说啊，就是小鹰号后面所有同级别的这些航空母舰都是叫做小鹰级，那尼米兹号后面所有的这些航母都叫做尼米兹级。所以正确的说法呢，应该是什么什么级别的什么什么号航母，比如说是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或者是尼米兹级的林肯号，尼米兹级的华盛顿号等等，或者是福特级的福特号，福特级的肯尼迪号等等啊。那这5个级别当中呢，前2个级别都是常规动力的航母，后3个级别都是核动力的。那核动力一共分为3代，第1代的企业级的企业号也是世界上第1艘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所以各方面都不是特别的成熟，造价极高，所以呢只建造了1艘。当然这艘当时也创造了一个航母的记录啊，就是环绕地球航行了64天，没有进行过中途的加油补给。那第2代的核动力航母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统治世界接近半个世纪的尼米兹级了。那一共是10艘，是从1968年一直到2009年没有间断的在建造，也是当前美国的主力航母啊，10艘全部都在服役当中。第3代就是福特级了，最新服役的福特号是核动力加电磁弹射，这个级别呢也计划取代之前的尼米兹级的10艘。那说到福特级的电磁弹射，额外再补充一下，福特级之前的4个级别，也就是从弗莱斯特级一直到尼米兹级的航母啊，它们全部都是采用的是蒸汽弹射。蒸汽弹射就是航母上的飞机起飞时冒起一股的白烟，这个就是蒸汽弹射。所以呢，当前我国的辽宁号和山东号相比于
50年代美国建造的常规动力的航母，比如小鹰号啊，也略逊一筹，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滑跃起飞，而他们早就采用蒸汽弹射了。那蒸汽弹射呢，要相较于滑跃式起飞，它的效率要高出不少。另外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从第1级的弗莱斯特级一直到第5级的福特级，它们长的样子其实都差不多。那这个是为什么呢？那这里就要给大家提一个造船厂了。美国绝大部分的航母都出自同一家的造船厂，它的名字叫 NNS， 也就是 Newport News， 在弗吉尼亚州。尤其是从第3代的核动力航母开始，全部都产自于这个 NNS。之前呢，有几艘的常规动力的航母呢，是在纽约的造船厂来造的。当然，规格和平台都是一样的啊，但现在也都关掉了，只留下这个 NNS。这其实呢，也是我国发展航母可以借鉴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大连和江南造船厂可以规范化、平台化，去生产我们之后的航空母舰。对效率和成本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美国航母的命名规律了，特别是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啊，基本都是以人名来命名的，特别是用美国的总统来命名。当然也有几个例外了，一个呢就是尼米兹，他是美国2战时的海军司令，尼米兹级的首舰尼米兹号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剩下的9艘呢，其中有7艘都是美国的总统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大家应该也听说过。那剩下的2个是谁呢？一个就是卡尔文森，另一个就是斯坦尼斯。不是这个 Stannis 啊，而是这位斯坦尼斯。他是一位资深的参议员，也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这位呢是卡尔文森，是美国佐治亚州前知名的众议员，曾担任过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以及海军委员会的主席。这2位都是对美国海军有过重大贡献的参众议员各一位。好，剩下的就是总统了。命名航母的总统基本上都是已过世的总统，或者是行将就木的卸任总统。这个有点类似于中国去给已故去的这种皇帝上这种庙号。我们都知道谥号是什么人都可以上的，当然有好也有坏了。那对于皇帝来说呢，好的谥号比如说文帝啦、武帝啦，坏的谥号比如说炀帝啦或者哀帝啦等等啊，这些。那对于庙号来说呢，就不一样了。第一，庙号只有皇帝才可以上。第二，在隋唐以前，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可以配上庙号的，只有少数的那种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皇帝才配上庙号。大家知道汉武帝刘彻他的庙号是什么吗？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吧。他的庙号叫世宗，所以汉世宗就是汉武帝。这个比较类似于欧洲的这种皇帝被授予大帝的这种封号啊，比如说像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啦，或者是彼得大帝啦，或者是路易大帝啦、亨利大帝等等啊。在法国叫路易的皇帝非常非常多，有10几个啊，但配得上叫路易大帝的只有路易14。好，回过头来我们再说美国啊。由于美国的历史呢没有中国或者欧洲那么的博大精深，而且呢它也没有过皇帝，所以呢对于美国以前的总统来说呢，能够被命名为航母的名字就是莫大的尊荣了。当然一般都是用已过世或者是行将就木的总统来命名啊，所以基本上没有前总统可以参加航母的洗礼仪式，就是用酒去撞船的仪式。但是呢有一个例外，就是老布什。在他儿子小布什的任内呢，老布什不仅参加了2002年布什号航空母舰的命名仪式，他还出席了2006年的洗礼仪式和2009年的服役仪式。当然也是因为老布什的身体非常的好，非常的长寿，他活到了94岁。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跟隋唐之前的庙号一样，并不是每一个美国的前总统都有这个殊荣，可以为航母命名。如果你是一个被美国人民所爱戴的总统，那么你就非常幸运了，你可以被反复的命名。比如肯尼迪号航空母舰，也就是刚刚在这个月，也就是2019年的12月7号举行了盛大的洗礼仪式，当然是由他的女儿曾经做过驻日本大使的卡罗琳·肯尼迪来行执评礼。
而上一次他这么做是在半个世纪前的1967年，在他9岁时为他的父亲命名的航母行直平礼。可见美国人民对于 JFK 的热爱溢于言表，但他的继任者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林登·约翰逊总统，肯尼迪的副总统，在 JFK 遇刺后继任，他的名字被命名了一艘朱姆沃尔特级第3号驱逐舰，这样一个失败的作品。而且非但没有被命名航母，就这一级别的驱逐舰已经从美国海军现役舰艇的名单中强制除名了。可见这位总统非常的不受美国人的喜爱。所以我现在也非常的好奇，当今白宫的这位主人，未来的美国人将会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什么样子的舰艇呢？那让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今天的视频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目前中国航母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水平。我们应该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跟世界第一海军强国的差距仍然非常的巨大，但差距并不可怕，认清差距才能够迎头赶上。好吧，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